你敢相信？26岁生日那天，爸妈送了套别墅给我，男朋友借口说父母来城里看病，要借住几天。我单纯以为是住我们租的房子里，没想到是要去我的别墅。这个房间大，留给我的宝贝孙子，再把你侄子户口转过来，让他来市里读书，先把房子过户到我儿子名下，你们才能领证。是个傻子也明白了，他们既想要别墅，还想吃绝户。你们立刻给我滚出去！这别墅好啊，还是我儿子有出息。我看向夏透南，他毫无波澜，也不否认，好像他妈说的是真的一样。但这别墅是我爸妈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怎么就跟他有没有出息扯上关系了？说的像是他儿子买的一样。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句话更让我大为震惊。透南，这房间这么大，你和林晴烟住太浪费了。以后乐乐来城里上学就给乐乐住，他这会儿正是闹腾的时候，不动就难受，所以房间的大才能让他可劲玩。还有啊，领证后就马上把乐乐的户口转过来，他快上小学了，没户口可来不了城里上学。我孙子必须接受最好的教育，听见没有啊？我使劲掐了掐夏透南的胳膊，示意他说些什么，而他没有反驳他妈的话。我低声询问：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他们来看病的吗？那个，我妈突然不难受了，她这是老毛病，医院就不用去了。来之前怎么不说是老毛病？眼看他父母越说越起劲，最后还说要把老家的老人也接过来后，我忍不住了。阿姨，这是我爸妈送我的房子，我暂时没有让其他人住进来的想法。他妈听了之后有点不悦地坐到沙发上，神情傲慢得像个老太后。小林啊，这话就不对了，你早晚都要嫁到我们家，还谈什么你的我的？既然要嫁到我们家，那这房子就是夏家的，给谁住是我说了算，你的想法不重要。女人啊，嫁了人就得以婆家为天，这才是过日子。什么奇葩逻辑？什么婆家为天？我真怀疑他是大清皇帝派来21世纪捣乱的。我想反驳，却被一边的夏透南拦住。不过呢，如果你们婚后不住这里，那我可以勉为其难来替你受罪看房子，到时候透南弟弟一家都得来，不然这么大房子我多受累啊。还有，看房费就不收你的了，不过你记得交水电物业费哦。还有，必须多买些玩具，这房子大，到时候弄一个专门给小孩玩的地方出来，我大孙子一定高兴。夏透南他妈眉飞色舞说个不停，畅想着所谓的美好未来，根本没注意到我已经黑得不行的脸。我皱眉看向夏透南，他反倒神情自若的，好像对他妈的要求没什么意义一样。这家人今天的表现让我大跌眼镜，在一起4年，我就见过他妈3次，包括今天，前2次还是慈眉善目的农家妇女，今天怎么变成恶婆婆？而且我突然觉得夏透南就是个妈宝男，回想起他从前一口一个我妈的片段，我那时候认为他是孝顺，如今看来是个没有自主见的。不行，这种事必须从一开始就说清楚，不然到后边人家真觉得这房子是他家的了。阿姨，我想你误会了，这房子会有人定期打扫的，不用你来守，当然更不用夏透南弟弟一家住进来，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，还是各过各的比较稳妥。这时他妈才停了下来，他爸更是直接站了起来说道：哎呀，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其他人？那是透南的亲弟弟一家，我孙子可是长孙，这是外人吗？是啊，你既然要嫁到我们家，就该任何事都听我们安排，如果你不同意，那你出去住，我们一家人住这里。还有，你要婚前把房子过户到我儿子名下，我们才能认你这个儿媳，否则别想进门，听到没有？我惊呆了，到底是有多不要脸才能说出这种话？这么理直气壮的抢房子，我真是见识了。这一刻对这家人的好感度降为0，我不想和他们争，转头问作为男朋友却始终沉默的夏透南：夏透南，婚前必须把房子过户给你，你也这么想吗？晴烟，我们家到时候肯定会给你彩礼，那你们家怎么也得表示点诚意是吧？我们不多少，这别墅刚好，婚前就过户给我，否则我没有安全感。我脸上的表情终于崩塌。我们大3在一起，如今已经3年了，他一直都是温柔体贴的模范男友。因为他家境不好，还说父母偏心弟弟，所以我就总是迁就他，想办法对他好。4年里礼物寥寥无几，吃饭我都是选最便宜的。至于我爸妈那里，思想工作做了2年之久，他们才同意，而且彩礼只要了8万。我一富家小姐要的彩礼已经够低了，我以为对他好，他也会对我好，没想到夏透南和他的家人居然想吃绝户，婚前过户，那不就成了他的婚前财产？这是拿我当冤大种呢？夏透南，我不同意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林晴烟，我认为你一直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，就这么点事，你别钻牛角尖，房子在谁名下都一样，你过户给我怎么了？
他满心算计的样子让我很陌生，这种吸血虫家庭更是让我害怕。我立马就做出了决定，夏透南，我们分手吧。夏透南和他爸妈都愣了一下，随即变得十分恼怒。林晴嫣，你就这么爱财？我们都要结婚了，还分你的我的吗？过户而已，你就要提分手？不分你我的话，为什么非要过户到你名下？我这儿收到别墅才1个星期，你爹妈就迫不及待的跑来，还想让你弟弟家都来住，你觉得正常吗？他们一家3口还在掰扯，他妈更是说出了想要分手也行，但这房子得当做恋爱赔偿费给夏透南这种三观炸裂的话。我惊呆了，感觉三观在炸裂，直接打电话给物业，将他们一家3口都轰了出去。分手了，我心不痛吗？痛得很，但想起夏透南一家下头的样子，我就不痛了。男人多的是，不差这一个。后来夏透南天天电话信息轰炸，总结就是让我别误会，是他爸妈唐突了，想要和好。可我记得清楚，他那天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。于是我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，趁他上班把我的东西从出租屋搬了出来。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发现丢了一块表，我也没多想。回到父母家，我爸妈得知后都沉默了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家人吃绝户的心思。我爸妈心疼我遇人不淑，后来我换到了我爸的公司上班，直到2个月后，我准备入住别墅，我发现自己进不去了，指纹锁被换成了钥匙锁，还听到里边有小孩的声音，一种不好的猜想出现在我脑海里。我立马打电话给物业，并报了警。开门的是个陌生女人，一脸不爽地看着我们。治安官还没来，只有我和物业经理在现场。谁呀你们？我没理他，直接绕过他走了进去。走到客厅，我感到眼前一黑，满屋狼藉，杂乱不堪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知不知道？再不走，我要报治安官了！你们谁啊？要干嘛？这时我大声喊：你们立马给我滚出去！他们先是一愣，然后反应过来，用手指着我骂：这是我们家，你哪来的野丫头？让谁滚呢？我报治安官抓你！不劳驾你，治安官已经来了。我看到进来的治安官，走上去说明了情况，从包里拿了房产证，物业经理也证明我才是业主，2个人便被带走，而我作为当事人，自然也跟着去了。夏透南和他父母到的时候，治安官已经调查清楚，根据监控显示，大概半个月前，夏透南一家人进了我的别墅，并且换了锁。也怪我傻，当初想着反正要结婚，就把密码告诉了他，没想到惹了一身骚。林晴嫣，你怎么能报警？我不就让家里人来住几天吗？你开小题大做了。夏透南，我们早就分手了，你偷偷让别人进了我的房子，你还觉得挺有道理是吧？别越来越不要脸。你这死丫头，说谁不要脸呢？我儿子这3年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？你那套别墅就该赔给他，别说就一套破别墅，还有精神损失费你也得给。夏透南，你到底给我花了多少钱？你要我赔给你，那你也得赔给我吧。夏透南默不作声，他是不敢说赔给我这种话的，因为这3年租房是 AA， 在家基本他做饭，但菜我没少买。外出吃饭，因为他家庭的原因，我每次都偷偷买单。他送的礼物都是一些手工，这是他所谓的心意，而我送给他的最便宜的也是1、2千的鞋子。儿子，你说话啊。妈，行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弟弟夏睿智他们弄出来。夏透南走到我面前，终于肯带着一丝丝求人的态度说话。晴嫣，这次是我没想周到，忘了通知你，也是我侄子放假，所以他们才想来城里玩一段时间。反正你那套别墅空着，住一下也没损失，你就跟治安官说一下，原谅他们吧。你跟治安官说啊？你跟我说干嘛？对了，开别墅门的是你，你也要进去蹲是吧？林晴嫣，你我呸！我儿子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别乱扣帽子。我没理会他妈妈的话，和治安官同志说该怎么就怎么办。我不会谅解，本来是夏透南开的门，但不知道夏透南和他父母说了什么，他们3个人都说是夏睿智老婆背着他们住下的。那天夏透南只是回去拿东西而已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真是被夏透南学会了。我那别墅从没住过人，他去拿什么东西，但我也不想再纠缠下去，就当拿这3年感情做抵消。最后是夏睿智和他老婆被拘留了。这天上班的时候，同事们看我的眼神突然变得奇奇怪怪，好似带着鄙夷和不屑。我的疑惑在被爸爸叫去办公室后有了答案。爸，这是怎么了？我爸把平板递给我，上面正播放着视频，不看不知道，视频里的人居然是夏透南的老妈。求大家为我们评评理啊！林晴嫣，林氏集团的千金，她与我儿子夏透南在一起3年，这3年我儿子一有钱就花在他身上，宠着忍着。每次他来我们家，儿子都会多次提醒我们必须让着他，他还不知满足，在结婚前把我儿子踹了，
林晴嫣出生富裕，而我们家境贫寒，所以她早就提出婚房由他们家出，因为她只住大别墅，期间根本不允许我们提出反对，行事自我。结果我儿子不过是带他的老父母去别墅看了一眼，想想添这点什么，这女人就大发雷霆，不仅轰我们出门，还把一同来看新房的弟弟和弟妹送进了派出所，过了15天才被放出。年过半百的大妈在网上哭诉，舆论迅速发酵。夏透南甚至还评论了一句：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晴嫣，我很爱你，你这次改了，我们还能和好。然后还艾特了我。这条评论被置顶，很快我的账号下全是指责。有钱怎么了？有钱就可以戏弄人。我们寒窗苦读，也比不过人家生在罗马。罗马就能把人当牛马了，666，祝你生孩子没屁眼。自己想住别墅，还不准人家父母来看看，此女子心肠恶毒，男主人公还是放弃了吧，找个普通女孩过日子也好过做甜种。现在我终于明白公司的人为什么会用那种眼神看我了。我爸安慰我，让我先回家，一切都有他。我拒绝了。爸，我可以自己解决，这种事就不让你和妈妈操心了。我很快就联系了律师，但是看着对面的人，我有一丝不自在，因为坐在对面的律师是我从前在大学辩论队时最强的对手顾17。我们两人经常把辩论发展到争论，谁也不让谁，每次都吵得脸红脖子粗。没想到毕业这么多年，两个人会以这种方式见面。顾17确实很厉害，在这种遍地是金的大城市，他能不靠家里迅速站稳脚跟，并打出名声，全凭真本事。视频这些备份证据我都给你收好了，先告诉我你想怎么做。你都不问问我说的是真是假吗？但凡你有那个脑子，就不会在这种软饭男身上浪费3年。不过你怎么会想到找我？谁让顾大律师有名呢？法制频道都好像是你常驻频道一样，我当然得找你。谢谢你啊，当初吵成那样，现在还肯帮我。首先我不是常驻，其次那是辩论赛，没有场，我是正常的辩手，其他人的修养与我无关。好了，开玩笑的，说正事要紧。随后我们调取了监控，保存视频，治安官提供的结案说明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接着发布了澄清视频，标题为与极品家庭的恶斗。视频开头是我本人对这事的叙述，从夏透南家人要求把我的别墅婚前过户到他们名下，他弟弟进派出所是因为私闯民宅，到夏母亲要求我给恋爱赔偿费。感谢夏母的提醒，我已委托律师起你诉讼书，请夏透南把我花的钱和礼物如数奉还，当然我也会退还他的那份。最后希望大家远离凤凰男、妈宝男，不然你的明天就是被吃得一干二净。对了，夏透南，看了监控，我发现你弟妹手上那块表好像是我的。如果你不在2天内归还，我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，让大家见笑了。再见。接着我晒出监控视频、结案证明，再把这几年转给夏透南的钱以及礼物一一晒出，并把他给我的红包和礼物也发了出去。我给他的高达6位数，他给我的仅几千块钱。舆论飞快反转，这次被网暴的却是他们。顾17帮我以诽谤罪起诉了夏透南母子。开庭1周前，我在公司门口看到了蹲守的夏透南。晴嫣，你等等，之前的事都是我妈要求我这样做的，不然我怎么会想让别人住进我们的别墅？你说是吧？你就原谅我这一次，去撤诉吧，我求你了。我们的别墅，那是我的别墅，你可别偷换概念，撤诉是不可能的，造谣的是你们，这是罪有应得。还有，赶快还钱，闹到法庭上丢脸的可不是我。我说完就要走人，夏透南突然就跪了下去，把我给吓了一大跳。大学时风光无限的学长，原来是个膝下无黄金的夏透南。求你了，晴嫣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，你就原谅我这次吧，求你了，那些钱我真的还不了，要是开庭，我的工作也会受影响啊，求求你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随便你，爱跪就跪吧，我走了。这时我突然被人从身后搂住，顾17就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在我身边。夏透南是吧？麻烦你对我当事人尊重一些，自己不要脸，别把其他人也拉下来。你要是再这么纠缠，我会直接报警。好你个林晴嫣，跟我分手就是为了这个小白脸是吧？什么不想过户都是屁话，你们这对狗男女。你闭嘴，胡说什么？他是我的律师。律师能这么搂你，把谁当傻子呢？好，你们给我等着。你到底怎么找的男人？你能先放开我？你怎么突然出现在这？我路过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家，顺路。我到家了才想起来，他怎么知道我住哪？周五这天，我在公司加班到很晚，没想到我刚回到别墅，就被人从后面捂住嘴推进家里。我妈说的对，女人嘛，睡了就会听话了。
秦嫣，你想我吗？我倒挺想你的，待会儿我再给你拍个照好不好？说着，他就开始动手动脚，我胡乱踢腿，踢到了他的重点部位，夏透南疼得跳起来。我趁这时候起身准备逃出去，结果被他一巴掌扇在沙发上。贱蹄子还想跑？我告诉你，今儿我必须把你睡了，再拍个照片。你不是要告我吗？不是要我还钱吗？好啊，那我就把照片发到网上，看谁更惨。他掐着我的脖子，我惊恐地看着他。大学时他是学生会副主席，成绩优秀，为人谦虚，经常帮助别人，我眼里的正人君子。到底为何会变成了这样？还是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，觉得我非他不可，所以就暴露了。我快窒息时，夏透南突然大叫一声，然后倒在了地上。顾时期的拳头不停地打在他身上，夏透南毫无还手之力。顾时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以一种几乎疯狂的状态在揍夏透南。我立马跑过去拦住了他，别打了，我们报警吧，别为了这种人害了自己。顾时期渐渐平静了下来，随后报了治安官，治安官很快就来了。夏透南被带走的时候还在叫嚣着让我不得好死。顾时期看似把夏透南打得很重，但其实连轻伤都没打到，最后赔了5000块了事。至于夏透南，被以故意伤害罪和强奸未遂告上了法庭，加上诽谤罪，3罪并罚，判了7年。审讯时，夏透南一个人担了全责，没有说出是他妈妈教唆，包括他妈发视频的事也揽了下来，咬死了说是自己逼老人发的。后来他妈只被罚了赔偿2万块，后面迟迟未收到夏透南妈妈的赔偿，顾时期果断把他告上了法庭。听说他们卖了老家的宅基地，才还清了钱。在相处的这些天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顾时期住在我对面。在大学时期他就暗恋我，但又碍于面子，不肯主动追人，所以才让夏透南那小子捷足先登。他说很后悔，如果当初勇敢一些，就不会让我经历这些糟心事。我俩并没有立马在一起，他认真追求了我半年。是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告诉他别追了，因为我也喜欢他。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了。我们很快订婚、领证、办婚礼，用2年完成了人生大事。很多年后，女儿在前面跑着，我俩在后面慢慢跟着，温柔和睦。我看着身边的男人，他来迟了很多年，但还好来了。谢谢你，顾时期。谢什么？你傻了呀？此时在远处有个落魄的男人正在看着他们。在监狱里时，我突然想明白了，林秦嫣是爱我的，她的爱能让我过上好生活，是我太贪太自私了。现在看到她的现状，听说她和那个男人结婚了，有了个女儿，过着我可望不可及的幸福生活。那个男人愿意付出金钱，付出精力，真诚的爱她，是我永远也做不到的，多好啊！如果当初我不听爸妈的话，是不是男主人会是我？大概不会吧，他幸福就好。